哎呦喂，这次真解气啊！不到3个小时，2次，听清楚是2次啊！咱们的歼15啊，直接打开了火控雷达，给这日本的 F-15战斗机来了个全身扫描啊！这是啥概念啊？咱们通俗点讲，这就是以前啊，别人来咱们家门口转悠，咱们顶多就是拿个大喇叭喊喊。但是这一次啊，咱直接把这个猎枪给掏出来了，保险打开，黑洞洞的枪杆直接顶在了对方脑门上。这虽然是没有扣这个扳机，但是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啊！哎，你再动一下试试，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就这一招，哎呦，你是没看见日本那个反应啊，那是真急眼的呀！又是抗议，又是遗憾的。哎，我就想笑啊！哎，咱们这个动真格的时候，那这帮人除了开这个记者会哭诉，也没别的招了呀。这个剧本啊，这回是真麻烦了，因为以前啊都是咱们抗议啊，他现在轮到他们抗议了，这就叫攻守之势异也。那个小泉进次郎就是那个说话特别爱讲废话那个日本大臣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12月6号的下午，咱们这个辽宁舰在冲绳东南那边的公海，注意啊，是公海，那也就是大家都能去的地方，咱们正练着呢，然后日本 F-15就过来了，然后呢，咱们的歼15上去就是一顿雷达照射呀！啊，咱得给这个不懂行的哥们儿科普一下啊，啥叫这个火控雷达照射？就是说这个飞机上它有好多种雷达，那平时飞着玩的那是看路那种雷达，就像咱们这个车上面的倒车雷达或者是导航一样的。但是这个火控雷达它不一样啊，这个玩意儿一开机，那是为了引导导弹的。这就好比啊，咱俩在这个大街上吵架，那以前咱们是互相骂，哎，你瞅啥呀？哎，瞅你咋的呀？现在是啥呢？现在是你刚一瞪眼儿，我就直接从腰里面掏出一把枪，而且当着你的面儿，咔嚓一声，红外线瞄准点直接就照到你眉心上了。你说当时的日本飞行员怕不怕？那必须得是尿裤子呀！我们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啊。那网上有段这个俄罗斯空军被这个火控雷达锁定的视频，那是真的急啊！哎，你想啊，这 F-15啊，那都是几十年的老飞机了啊。那咱们歼15那是啥？那可是重型舰载机啊。当那个雷达高警器啊，在这个座舱里滴滴滴疯狂乱叫的时候，那就是死人在敲门啊。那个时候啊，这个飞行员心里想的绝对不是什么天皇万岁啊，那想的绝对是，哎呦妈呀，我是不是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行動す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し、それに対する通信も制限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毎回緊張します。而且最逗的是啥啊？是这个日本防卫省那个通报里写的特别有意思啊，说咱们是间歇性照射。那啥叫间歇性啊？就是照你一下关了，哎，你还没走，再照你一下，这就给你拿着枪顶着你的脑门，顶一下松开，再顶一下，这就叫猫捉老鼠，这就叫调戏。这说明啥呢？说明咱的飞行员那是相当自信，相当从容啊！我不打你，但是我让你知道啊，你的小命就在我手指尖上掐着呢。那接下来咱们得好好说道日本这个抗议。你看那个小泉进次郎发那个声明啊，我都气乐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军机在国际水域对正在采取侵犯领空措施的日本飞机进行了雷达照射。兄弟们，哎，你们听听这个话啊，这逻辑通吗？第一，你自己都说了，那是国际水域，是公海啊。那既然是公海，哪来什么领空？那既然不是你的领空，你采取个毛线的反侵犯领空措施啊？这还有第二啊，这日本这个逻辑啊，简直就是流氓逻辑啊！这意思就是啊，哎，我可以去跟踪你，我可以去监视你，我可以拿这个相机贴着你的脸拍，但是你不能拿雷达照我，你照我，你这就是危险行为，你这就是不专业。我就想问一句，凭啥呀？这是太平洋，不是你家后院的洗澡盆啊！咱们现在的态度就是啊，哎，你既然敢凑上来当苍蝇，你就别怪我拿苍蝇拍伺候。
以前呢，咱们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大局，为了什么中日友好啊，为了什么面子，那是忍气吞声啊。你来了我就驱离一下，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不好意思，时代变了，你再敢越雷池半步，雷达锁定那是轻的。你要是再不老实，那就是捣蛋伺候。这叫什么呀？这叫以理服人，物理的理。那说到这儿啊，这个事啊，咱们得往根儿上刨。咱们老说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这个是二战胜利的基石呀。按照这两个文件啊，这个日本的主权范围在哪儿？大家都知道吧？只有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这4个大岛，那其他什么小岛，那都得听盟军的。现在基本上就是听中美等战胜国的。那冲绳那是啥地方？那是以前的琉球王国。那按照法理啊，这个日本对这个琉球它只有治权，主权归属还是有争议的。那咱们再退一万步说，那就算冲绳你管着，但我们在这个冲绳东南的公海上飞，那完全是符合国际法的呀。反倒是你日本啊，你作为一个二战战败国，你的自卫队，你听听这名字啊，自卫队不是国防军，你的任务就是专守防卫。谁让你把战斗机开到公海上来的？谁给你的权利啊，在公海上去拦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军机的？联合国宪章里现在还有个敌国条款还没废除呢，啥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二战战败国，也就是这个日本、德国这种，如果不老实，企图再次搞侵略或者是军事扩张，咱们这些战胜国，它是有权利，不需要经过任何联合国的授权，直接动武的。所以说啊，咱们的歼15锁定它，那是在执行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是替天行道。你个战败国的小飞机啊，看见战胜国的航母编队，你不老老实实的鞠个躬赶紧溜，还敢凑上来呲牙？这也就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啊，要是搁在1945年那会儿，早就把你拿上筛子了。可能有朋友会问，这次怎么这么猛呢？以前不是都挺客气的吗？嘿，你这就问到点子上了啊！咱们这次为啥不收敛一点？为啥要让他害怕呢？因为忍让换不来和平，只能换来得寸进尺。你看看这几年，这个日本他是跳得有多欢。台湾问题，他跟着美国后面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南海问题呢，他也跟着在那搅浑水。你说这是想干啥？这是想复活军国主义的迷梦啊！这是把咱们的客气当福气，把咱们的忍耐当软弱呀！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就是给他立了个规矩啊，咱们航母出第一岛链去西太平洋训练，那都是常态化了。咱们这次去啊，不是去摆样子的，那可是真刀真枪的演练。咱们那个发言人前2天不是都说了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话说的多霸气啊！意思就是啊，你看我不顺眼，你看着害怕，那你习惯习惯就好了。如果不习惯我就帮你习惯。这次歼15的雷达锁定啊，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你别以为有美国当靠山你就安全了。在西太平洋这1亩3分地啊，咱们的拳头现在是够硬了啊，不到3个小时锁定你2次。这就是告诉你，在这个距离上，你的 F-15就是活靶子，真打起来，你连导弹你都发不出去，你就得去海里喂鱼。这不仅仅是吓唬日本啊，也是给他背后那个大哥美国看的。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聊聊那个小田金次郎，这个家伙在这个日本政坛那就是活宝。这次这个事儿一出啊，你看他那个反应，那是连夜爬起来啊，还要强调强烈抗议，深表遗憾。我觉得他心里面肯定特别的苦。你想啊，这以前这个防卫大臣这个活好干呀，跟着这个美国后面喊2句口号就行了。可是现在呢，中国动真格了，他是真没招啊，打呢他不敢呀，也没那实力。你说不打吧，这面子上他又挂不上，国内右翼势力还得骂他软蛋，所以他就只能在那儿抗议遗憾，还要强调没受伤。其实这句话是最逗的啊！自卫队飞机和人员均未受损，废话，要是受损了，你现在就不是开新闻发布会了，你得开追悼会了。这也就是说明日本现在的政客，他除了耍嘴皮子，他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手段来遏制咱们了。他们越是叫唤的凶，越说明他们心里虚啊。那真正有底气的人，那是从来不咋呼的。你看咱们啊，这个官方通报都没怎么提这个事儿，云淡风轻。为啥？因为狮子从来不会因为听见狗叫而回头。总之，这一次雷达锁定事件啊，是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日海空博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咱们不再是那个只会口头警告的老好人了，咱们现在是手里面拿着大棒的带头大哥。日本要是聪明啊，就应该看懂这个信号，
第一岛链锁不住咱们，西太平洋也不是谁家的后花园。你要是想好好过日子，你就老实点儿，别整天跟着美国后面当炮灰。那你要是想搞事儿，那咱们的火控雷达随时恭候，下次可能就不只是滴滴的告警声了。咱们老百姓看着也解气，这种行为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大家也别大惊小怪，就像咱们外交部说的，习惯就好了。那等到哪天，咱们的航母去这个东京湾溜达一圈那才叫真正的大新闻呢。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这个事儿还得发酵几天，咱们搬个小板凳，备好瓜子汽水，看这个小日子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那最后我问大伙儿一句这波雷达锁定，你觉得解气不解气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